Hello， 欢迎收听 Talk Taiwanese Mandarin， 我是 Abby。今天这一集就是台湾民主史的下集。这集我们要继续来讲白色恐怖解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如果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听众朋友，我建议你先去听听上集，这样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戒严时期是不能随便参加游行抗议的。那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，还是有人会冒险想办法去参加民主运动。这些活动就叫做党外运动。因为当时全台湾只有国民党一个政党，就是一党独大，所以其他的政治运动就叫做党外运动。因为只要不是支持国民党的就是党外。那其中有一群党外人士创办了一个杂志，叫做美丽岛杂志。他们主张自由民主，解除戒严。那在1979年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冲突事件，叫做美丽岛事件。这些美丽岛杂志的成员在12月10日那一天在高雄举行游行，结果被警察攻击，就爆发了冲突，参与的人员都被抓走。那其中有8位主要的成员被起诉被告。本来在那个情况下他们应该会被国民党判死刑，但是这个事件在当时受到国际的关注，也有受到海外人权组织的声援，所以有进行审判。在当时也有一些外国的记者，最后大部分被告的成员被判关10几年。这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件，叫做林宅血案，也就是刚刚那8位主要的成员中，其中一位叫做林义雄，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太太还有2个女儿被人杀害了，在家里被杀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破案。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应该是国民党派人杀的，因为那些党外人士平常都遭受到监视监控，所以不太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忽然有人来杀却没有人知道，所以让人怀疑就是国民党杀的，可是他们到现在还是不承认。那美丽岛事件的受害者还有帮他们辩护的律师们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后来组成民进党的主要成员，所以这个美丽岛事件对于台湾的民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那在这之后还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我想要特别提一下，就是1981年的陈文成事件。那陈文成先生他是美国大学的一个教授，他当时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就留在美国工作教书。那即使在国外他也非常的关心台湾。在发生美丽岛事件后，其实那个情势可能蛮危险的，但是他还是在1981年回台湾来看家人，结果就被警察带走。因为他在美国有捐钱给美丽岛杂志，就是刚刚说的美丽岛杂志，所以就被政府派去的一些特务一些学生盯上，所以他一回来台湾就立刻被带走。然后隔天就在台湾大学发现他的尸体，政府就说他是自杀，但是他的家人跟朋友都说不可能，因为他们连要回美国的机票都买好了。很明显就是被政府派去的警察带走后就被杀了，但是他们到现在都不承认，也调查不出结果。这个事情我是最近才听说的，而且这位陈文成博士他被杀的时候才31岁，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。刚刚有讲到陈文成先生是被政府派去美国的特务监视举报的，这些人当初是领国民党提供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，他们被叫做职业学生。因
因为当初国民党派他们去美国就是要去监视其他留学生、其他台湾人，要是有人参加民主运动或是主张台独的话，他们就会去跟政府举报。所以如果有人在美国参加游行抗议的话，这些职业学生就会跑去拍照或是去记下他们的名字。很讽刺的是，我们以前的总统马英九，他以前就是这些举报别人的职业学生之一。这些职业学生害很多台湾人被列入黑名单，回不了家，也害陈文成被杀死。If you want to read stories in Chinese about Taiwan, check out My Great Readers. My new release, Liao Tianding,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of a hero fighting injustice during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. It only uses 500 unique characters. My level 1, Hu Gu Po, The Tiger Aunt, only uses 300 unique characters. It's a folktale about a man-eating tiger and some brave kids who fight back. To find out more, go to talktaiwanesemandarin.com/books. Also, the link is in the show note. 那后来到了1987年，终于解严了。所以台湾从戒严到解严这38年来，真的是流了很多血，牺牲了一大堆人的青春，是坐牢受到的痛苦，精神上还有身体上的痛苦，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而且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就算没有被判死，但是坐了这么多年的牢，对他们的身心都有非常大的损害，因为在狱中的生活已经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辛苦。所以这段时间透过人民不断的冲撞抗议，去要求政府解严，才终于慢慢迎向自由。虽然说解严了，但是也不是立刻就自由跟民主了，因为国民党在宣布解严的同时还实施了国安法。那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虽然开放了部分的自由给人民，但是如果政府想要的话，还是可以随便把你抓走。再来我就要讲一个人，他叫做郑南榕。台湾在2016年将4月7号定作言论自由日，因为1989年4月7号是郑南榕先生死掉的日子。那为什么要把这天定作言论自由日呢？我们要先来聊一下郑南榕。他在当时创立了杂志，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唯一敢高谈言论自由、台湾独立的杂志，所以他就被政府盯上，杂志一直被政府查禁，但是他也不怕，他就一直把杂志改名再继续出。而且他在1987年发起了纪念228 40周年的游行。因为228事件后经过了白色恐怖，第一次有人办这样大型的纪念活动。后来在1988年，他因为在杂志上刊登了有关主张台湾独立的文章，国民党就以叛乱罪要抓他。因为那个时候你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的，即使已经解严了，但因为国民党是主张反攻大陆，所以他是反对台湾独立，他觉得郑南榕在叛乱，就想要抓他。那郑南榕拒绝到案，因为他主张100%的言论自由，他认为人民应该要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，他拒绝因为发表这个言论而被抓，所以他就将自己关在杂志社表示抗议，并且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，只能抓到我的尸体，代表他的意志非常坚定，如果国民党硬要来抓他的话，他就会引火自焚，就是会放火把自己烧死了。那70几天后，就有一大群警察冲破杂志社要来抓他。国民党明明知道如果硬是要抓他，他就会自焚，但还是派人来抓他，所以郑南榕就引火自焚，将自己关在总编辑室，他自己的办公室，然后被火烧死。那这样的方法也许很激进，但他为了捍卫主张台湾人100%的言论自由而殉道。
就是为了这样的理念而牺牲自己。我想这段历史很值得被台湾人记得。当时带领一群警察冲进杂志社的人，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。身为新北市的市民，我感到非常的无奈，也很不爽。但是很遗憾的，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不知道郑南榕是谁吧。虽然也有不少人知道，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以前学校的课本根本完全没有提到他。想想距离解严才不过30多年的事情，而现在台湾人拥有言论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真的是经过很多人不停的冲撞牺牲才能走到这一步。好，那最后台湾终于慢慢的迎向民主，在1996年台湾有了第一次的总统大选，在1996年才终于可以第一次去投票选总统，真的是蛮感人的。然后也在2000年第一次的政党轮替，终于不再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，终于换了另外一个政党民进党来执政。好，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台湾民主史。那当然中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，在之后也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所以我只有跟大家讲非常简单版的台湾历史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多去看别的资料，我会把在做这2集参考的资料分享给大家，有文章啊、影片，还有如果你在台湾的话，我也非常推荐你去看一下这些相关的博物馆和纪念馆。那关于228的，在台北有台北228纪念馆，在台南也有228纪念馆，这2个我在近期都有去过，就是非常值得去，我推荐你去一下。然后关于白色恐怖的话，在新店，就是现在新北市的新店的人权博物馆，又叫做白色恐怖纪念园区，是我最近才去的。那个地方就是以前审判这些政治犯还有拘留这些政治犯的地方啊。如果你去的话，我非常推荐你去参加导览，那边会有专人提供免费的解说，大家再自己去看一下时间。如果你要英文的导览的话，就要先预约，但是它也有语音导览，就是你戴耳机就可以听了，还有各种不同的语言。大家有兴趣真的是可以去一下，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气氛，虽然很沉重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，而且我也学到很多。在绿岛还有另外一个白色恐怖纪念园区，那个地方就是以前关这些政治犯的监狱。我其实还没有去过绿岛，但是我很希望可以去看一下。那关于郑南榕先生的话，也有郑南榕纪念馆，这个也是我最近去的，为了做这一集，加上我本来就想去，然后终于去看一下。他这个纪念馆在台北，小小的，不过它就是当时郑南榕的杂志社的地方，所以进去可以看到当初郑南榕自焚的那个办公室，所以感觉非常的震撼。就是小小的办公室都被烧成焦黑，那他们有保持原状。那我也有做了一个 playlist， 把跟这段历史有关的歌放进去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那听完这2集有什么想法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。这2集真的是不简单，这就是一个很难又很累的议题，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这段历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非常的沉重，但是很重要，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对台湾有更深的认识。那也希望大家多多帮我把节目分享给大家，不管是学中文的朋友或是对台湾有兴趣的朋友们。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别忘了在你收听 podcast 的 app 上面给我留下5颗星 5-star rating， 在 YouTube 收听的话就按个 like。
那想要赞助我继续做更多节目的话，可以在 Ko-fi 上面请我喝杯咖啡，或是加入我的 Patreon。在 Patreon 还可以下载到每一集的 transcript 还有 audio files。所有的连结，所有的 links 都会放在 show note。那最后我想要感谢所有为台湾奉献牺牲的前辈，让身在现代的台湾的我可以享有100%的言论自由，我可以在我的节目上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不用担心会被政府抓走或被杀了，所以这真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。最后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